2020年的冬天，北京科兴的新冠疫苗接种点前排起长队，无数中国人卷起袖子时都记住了这个名字。谁能想到，这家在2021年狂揽1280亿销售额、956亿利润的疫苗巨头，20年前竟诞生于菜市场的豆芽摊位。1988年的上海，甲肝疫情如洪水般肆虐，31万人感染。26岁的尹卫东在唐山市卫生防疫站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。这个中专生放弃铁饭碗，带着5万元积蓄和甲肝疫苗研发方案，在菜市场租了间小屋。白天他蹲在摊位前卖豆芽，潮湿的豆芽筐旁摆着简陋的实验设备。夜晚借着路灯微光记录数据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，直到1998年，他在学术会议上遇到了改变命运的人——北大教授潘爱华。潘爱华的北大卫明集团此时已在生物医药领域初露锋芒。他看中尹卫东的甲肝疫苗专利，当场拍板，并拿出5100万与尹卫东一起创办公司。于是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应声而立。潘爱华持股76%，尹卫东以技术入股占24%。这一年，尹卫东的甲肝灭活疫苗获批，成为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甲肝疫苗。科兴的厂房里，工人们第一次穿上白大褂，却不知道这场看似平等的合作早已埋下权力失衡的种子。2023年非典爆发，科兴昼夜赶工，成为全球首个完成 SARS 疫苗临床前研究的企业。然而当疫苗终于可以投产使用时，疫情已接近尾声，1.2亿研发投入打了水漂。潘爱华在董事会上拍案而起，认为公司体量不够，需要引入资本。2010年，科兴以中国疫苗第一股登陆纳斯达克，却因外资股东层层加码，潘爱华的持股被稀释至 27%。日本软银成为第一大股东。上市敲钟仪式上，尹卫东看着大屏幕的股价走势，捏紧了拳头。这个科学家早已不是当年卖豆芽的创业者。2009年，他默默成立科兴中维，将新冠疫苗的核心研发团队转入这家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公司。而潘爱华此时正沉迷于为民系资本扩张，在全国跑马圈地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，甚至涉足房地产。为民医药的账目上数亿资金被挪用至地产项目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，科兴中维的灭活疫苗成为国之重器，全球抢购订单如雪片飞来时，潘爱华发现自己对科兴的控制力早已名存实亡。科兴生物的利润被导流至科兴中维，而后者的股权结构里没有卫明集团的一席之地。2021年财报显示，科兴生物营收1280亿，利润956亿，而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卫明医药仅分到不足 2% 的红利。潘爱华愤怒地在卫明大厦怒吼。要知道，在2019年，潘教授以保护国有资产为由，趁科兴生物停牌重组之际，派数百名黑衣人闯入北京科兴总部，试图抢夺公章。2020年，向监管部门举报尹卫东行贿，附上的判决书显示，科兴曾向某省疾控中心负责人输送千万利益。2022年，孤注一掷质押卫明医药全部股份，试图筹措资金收购科兴股份，却因房地产项目烂尾导致爆仓，股权被司法拍卖。2023年5月，潘爱华因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被正式批捕。警方调查显示，他在2015至2020年间，先后将卫明医药的 8.7 亿资金转入自己控制的房地产公司，用于开发卫明湖畔高端住宅项目，最终因楼盘滞销导致资金链断裂。曾经的北大教授，如今站在被告席上，面对13年有期徒刑的指控，当庭认罪。2个月后，科兴生物完成工商变更，尹卫东正式出任法人代表，彻底终结了长达10年的控制权之争。此时的科兴中维已经成为估值超2000亿元的疫苗帝国。尹卫东以560亿身家登上胡润百富榜，位列中国医药企业家前3甲。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，他罕见开口，疫苗是民生工程，但也是商业行为，科学家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技术成果。原来从2003年非典疫苗失败开始，尹卫东就看透了资本游戏的本质。科兴生物依赖外资上市时，他就预留了科兴中维作为备胎，将核心技术和利润通道牢牢攥在手里。更讽刺的是，潘爱华耗费10年搭建的卫明系帝国，因过度扩张早已千疮百孔。卫明医药被 ST 卫明产业园多地烂尾，曾经的北大教授如今成了失信被执行人，而尹卫东则带着科兴中维走向巅峰。